2026年有一項相當重要的交通建設完工通車了，就是最近相當紅的淡江大橋。不僅縮短了淡水往返台北、桃園的距離，獨特的外觀也吸引不少民眾前來一睹風采。因應淡江大橋的通車，也開闢數條行駛淡江大橋的公車路線。這集為特別企劃，我們將開箱全新路線，從捷運淡水站出發，行走淡江大橋、西濱公路到桃園機場的990，還有讓你們意想不到的行程哦！相信大家聽到這裡一定很期待，對吧？此外，這集的片尾有彩蛋，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完這部影片。在影片開始前，別忘了先按讚、訂閱起來哦！準備好了嗎？我們馬上出發！嗨，各位朋友，我又來淡水這裡了。那麼最近呢，淡水有一個相當重要的建設已經完工通車了，就是淡江大橋，在2026年的5月12日正式通車啦。那麼很多網友都來留言問我們說，可不可以開箱走淡江大橋的公車路線呢？那麼這一集大家有福啦。我們要帶大家搭乘從捷運淡水站出發，行經淡江大橋、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的990，一路坐到桃園機場。現在因為是試營運期間，到6月10號以前呢，一定要用這個手機的 App 叫跳蛙公車2.0來預約這個990的這個票。開車的前一天來做這個預約訂票的這個動作。那現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發去做990哦。好，出發嘍！淡江大橋，我們來了。990為淡江大橋機場快線，請記得在捷運淡水站5號候車區候車。有看到排隊的人龍嗎？都是在等着驗票乘車呢。990自捷運淡水站出發，沿途行經小白宮、紅毛城、淡江大橋、八里行政中心、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最後抵達終點桃園國際機場第1、2航廈，由指南客運營運。嗨，各位，我們現在已經上來990的車子裡面了。剛看了一下車內，其實搭的人還是蠻踴躍的，大概坐了2/3的人有。990這一條，你現在是試營運期間，一定要預約，要不然是沒有辦法上車的。到6月10號以前都是要預約，6月11號以後就是正式通車。那麼現在試營運期間僅提供1天3班次。那未來正式通車之後，是否還會再加班，就有待觀察嘍。990這條因為有行經西濱快速道路，所以要繫上安全帶以策安全哦。剛才我們上車之前，為什麼還要排隊驗票，不能直接刷卡上車呢？由於2026年5月13日起至6月10日止是試營運期間，需自跳蛙公車2.0手機 App 進行預約訂票，點選可訂購路線的頁籤，下拉選擇990往程或返程，再點選購票，選擇要搭乘的日期、上下車站位及班次，最後進行線上刷卡付款動作即可完成購票。在搭車當天將票根進行開票動作，並將已開票畫面出示給司機，就可以順利上車嘍。我搭乘的這班是11點30分，由淡水出發開往桃園機場。要特別注意，請在搭乘的前一天完成購票動作，搭乘當天是無法購票的。試營運期間一律收費5元，試營運結束就是正式通車。
將採取全程8段票收費，可上指南客運官網查詢分段區間及收費方式，這裡就不再一一說明。2026年5月13日，為配合淡江大橋的通車，闢駛4條經由淡江大橋的公車路線。除了這集搭乘的990之外，還有板橋快線988，自淡海新市鎮出發，經淡江大橋、八里市區、台64線快速道路直達捷運新埔站、板橋公車站，及另一條機場快線989。自淡海新市鎮出發，經淡江大橋、八里市區、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到達桃園機場。最後一條為行駛淡水、八里各觀光景點，行走淡江大橋的115淡水八里觀光公車。這4條路線到6月10日都是試營運期間，同樣要透過跳蛙公車 2.0 手機 App 進行預約訂票，才可以搭乘。過了淡水轉運站，終於要奔馳淡江大橋嘍！淡江大橋於2019年開工，2026年5月12日正式完工通車，由建築師扎哈·哈蒂及其建築團隊設計，跨越淡水河口，連接淡海新市鎮、八里區的台北港港區，同時也是省道台61線西濱公路最北端的路段。也讓西濱公路有了起點 0K 指標，全長920公尺。淡江大橋規劃汽機車道、人行道、自行車道，最內側為輕軌專用道。在輕軌八里線尚未通車前，暫時規劃為公車專用道使用，因此公車行走專用道上也能夠看到有別於汽機車甚至行人的不同視角。淡江大橋為全球最長的單塔不對稱斜張橋，也是台灣最長的斜張橋。通車後也解決了既有的關渡大橋以及淡水到台北之間市區道路如中正東路、大度路等容易擁塞的交通流量，並連通西濱公路，串聯桃園航空城、台北港，帶動淡海新市鎮、八里及周邊觀光發展。坐在車上也能感受淡江大橋的壯觀，體會這個相當不容易的工程。黃昏時分更能欣賞擁有台灣8景美譽的淡水夕照，所以淡江大橋的通車真的是一大福音。走完淡江大橋，從八里出口下來，在八里停靠八里忠孝路、八里行政中心、13行博物館、舊城里等站位，其餘沿線站位皆不停靠。但是走完淡江大橋，若是不下八里，繼續行走西濱公路到桃園機場，勢必會更直接快速。就看看正式通車後是否會做路線上的調整。走完中山路，轉上商港路之後，準備要行走西濱公路前往桃園機場哦。台61線西濱快速公路是全台最長的快速公路，計劃長度為301.834公里。實際通車長度為287.972公里，通車路段自新北市淡水區沙崙至台南市七股區十份，北部有部分路段與台15線共用路廊，中南部另有部分路段與台17線共用路廊。
於1982年動工興建。因為台61線屬於省道快速公路，不用像國道高速公路一樣收取通行費，許多人們稱這條快速公路為窮人高速公路，同時也可以作為南北向的國1、國3替代道路。西濱快速公路沿途工廠林立，海天一線，更是許多漁港的坐落處，如竹圍漁港、永安漁港等。知名的好望角也在西濱公路上，有朝一日我還真想開車走完西濱公路呢。1960至70年代，台灣經濟快速成長，也開闢許多國際航線。當時的松山機場因腹地限制緣故，民航局於1969年在桃園新建大型國際機場，為10大建設之一。於1979年2月26日正式啟用第一航廈，到了2000年7月29日再啟用第二航廈。又因觀光產業發展，飛機班次及起降數不斷成長，將第一航廈完成改建，並擴建第二航廈。隨着亞太的經濟與航空客貨運量成長，於2017年5月26日開始興建第三航廈，2025年12月25日啟用北登機廊廳，也期待未來3座航廈林立的桃園機場，更能帶動台灣經濟及觀光的發展。990在第一航廈則是會停靠出境大廳側的下客站，如要回到淡水，請記得走到入境大廳的8號月台搭乘。第二航廈則是停靠8號月台，大約75分鐘，我們終於到達桃園機場第二航廈，準備下車嘍。嗨，各位朋友，花了差不多75分鐘的車程，我們終於從捷運淡水站坐來桃園機場第二航廈這裡。那麼桃園機場這裡有什麼好逛的呢？現在就跟着 Albert 一起出發去逛一下機場哦。進到第二航廈，最先看到的即是位在1樓的入境大廳，也是等候接機的地方。現場等候的民眾相當多，然而我不是來這接機的，因此我繼續往下至地下1樓。這裡是機場捷運第二航廈站的出入口。桃園機場捷運於2017年3月2日正式通車，機捷的開通讓往返台北多了一個選擇。但是喜歡飛機的我，每次來到桃園機場，最不能錯過的就是到觀景台賞機。於是我搭乘電梯到3樓出境大廳層，右手邊有個南側觀景台指標，搭乘電梯或手扶梯直達5樓，觀景台就在不遠處。5樓這層除了觀景台之外，也有美食廣場可以享用美食，以復古風的裝潢搭配暖色系照明，相當舒服。機場觀景台的每日開放時間為早上6點30分至晚上10點30分。容納人數300人，安全起見，最大風速若達每小時37海里或者其他特殊因素，觀景台則暫停開放。進到觀景台前，首先要先給保全人員檢查包包是否有違禁品，檢查無誤便會放行，就可以享受賞機的樂趣啦。南側觀景台於2019年12月14日啟用開放，分為上下2層。上層可享受居高臨下的視野，架設防墜護網的下層離飛機距離更近，至少不是設立大片玻璃落地窗造成反光。桃園機場有2條跑道，分別是南跑道及北跑道。南側觀景台對應的即是南跑道的視野，那麼另一條北跑道是否也有觀景台呢？當然有。我回到3樓出境大廳，往1號報到櫃台方向走。
另一側也有一個觀景台，為北側觀景台，同樣是要上電扶梯或電梯到5樓，開放的時間和南側觀景台相同，同樣也有美食廣場，同樣需要檢查包包。進到北側觀景台，腹地空間和南側觀景台差不多，但是下層的視野稍微被2航廈的主體建築遮蔽，有些可惜。第2航廈機場觀景台的啟用，便利了許多喜歡飛機、賞機但沒有汽車的朋友們，搭乘機場捷運就可以抵達，不用再自行開車到跑道以外的拍攝點。不過可惜的是，兩側的觀景台離飛機起降的距離還是有些遠，也少了一分震撼感。但我覺得，只要能在安全的地方拍機、賞機就滿足了。但是我們的行程還沒有結束哦，走回客運巴士的月台。既然是新線開箱，就要開好開滿哦，有去就有回。再把一些沒有錄到的畫面呈現給大家。造訪了全台最大的機場，我繼續搭乘下午2點由第2航廈發車的990回到淡水。若是在第1航廈搭乘回淡水方向的990，請記得到入境大廳側的客運巴士月台地下層，走至8號月台即可搭乘。我一樣坐在駕駛這一側，走上台61線西濱公路。最大的特色就是海景啊，平時也很少有機會走上西濱公路，機會難得，看着沿線的海景，心情也相當療癒。相信在沿途若有海景餐廳或咖啡廳，搭配沿海的觀光景點，搬上陰天也是不錯的選擇。往淡水方向則是會先經過台15線，之後接回八里中山路，經過小時候常去的八仙水上樂園，在塵爆事件後便永久停業荒廢至今，少了一個兒時回憶，不免有些感慨。剛才有提到說，若是不下八里市區，全程行走西濱公路接淡江大橋到淡水，是否真的會有這樣的規劃呢？據了解，2026年6月1日至6月10日為第2階段試營運期間，將另一條機場快線989改為不經八里市區漁人碼頭，從桃園機場經西濱公路淡江大橋直達淡海新市鎮，而990則是不停靠八里上的舊城里站牌。我想應該是要服務到八里往返桃園機場的朋友們，同時提升觀光，才讓990維持經八里市區。2條機場快線皆改由第1航廈為發車端點，板橋快線988則是減少停靠八里市區站位。試營運第2階段的990在發車時刻也有做更動，片尾也會附上6月份試營運的時刻供大家參考，在這段時間需搭乘要特別留意哦。另一側的淡江大橋也是相當漂亮，同樣行走在公車專用道上，看着對向的漁人碼頭，很難想象桃園離淡水真的很近，便捷的交通真的能帶動城市的發展。也希望這4條新開闢的淡江大橋公車路線，未來可以繼續的營運下去。回到淡水之後，準備繼續接下來的行程，剛好1個小時的車程，我們現在紅毛城這站下車嘍。嗨，各位朋友，我們回來淡水，來到紅毛城這裡。那麼來到淡水，怎麼能不走景點呢？現在就帶大家去走走淡水附近的景點嘍。下車之後過馬路到對向，紅毛城的入口就在不遠處，需購票進場，全票每人新台幣80元，新北市民憑相關證件免費，其餘的免票條件可上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網站查詢。1張票可同時參觀紅毛城、小白宮及滬尾炮台，限當日有效。既然能夠一票看3個不同的古蹟，
趁着難得的機會，就來看看這3個古蹟的樣貌吧。相信各位一定在以前的地理、歷史課本上有讀到，西元1629年，西班牙人侵略淡水，為鞏固其在北台灣的殖民事業，因此建立聖多明哥城為基地。1642年，荷蘭人驅逐西班牙人，在舊址重建該城，當時稱荷蘭人為紅毛，因此紅毛城之名也沿用至今。直到1980年，紅毛城的產權才移交至中華民國政府手中，並指定為一級古蹟，開放民眾參觀，被視為台灣現存最古老的建築之一，也是內政部所頒定的國定古蹟。上次來紅毛城，應該是小學戶外教學的時候了。錄影當天是平常日，但觀光客依舊。紅毛城旁邊的這棟是英國在台灣所建造的第3座領事官邸，也是最後一座領事官邸。外觀典雅，不同於主樓較為封閉的風格。這座領事官邸由英國人設計，中國工匠施工建造。領事官邸內有紅磚、拱圈、迴廊和斜屋頂，是典型英國殖民地樣式建築。內有客廳、書房、餐廳、客房等，還有旋轉式樓梯、壁爐等空間與設施。部分空間模擬當時的家居情況，在當時的環境來說相當豪華。至今，紅毛城及英國領事官邸仍是相當受歡迎的觀光景點。至於其他的展品，這裡就不再多做介紹。紅毛城的開放時間為平日1到5早上9點半至下午5點，6日則延長至傍晚6點。每個月的第1個星期一休館。這裡是紅毛城的側門。往前走就是真理大學，前身為淡水工商管理專科學校，是台灣教育史上第1所學院暨大學。1999年改制為真理大學，歷史相當悠久，可追溯至1872年3月9日，加拿大基督教長老教會宣教師馬偕登陸淡水，於1882年選定現址興建校舍，以作傳教、教育及醫療之用。因此，在校園可看見馬偕的銅像佇立在這。順着真理街往前走，來到淡江高中，於1914年設立，為北台灣最早的私立高中。許多名人如歌手周杰倫、已故前總統李登輝都是畢業於此。再往前走就是小白宮，從紅毛城走來小白宮大約5分鐘就到了。小白宮舊稱前清淡水關稅務司官邸，又名埔頂洋樓，1997年評定為3級古蹟，現為新北市市定古蹟。興建於1862年，已有100年以上的歷史。內部則展出官邸歷史與淡水地區過往的照片。整體建築物以白色為基底，白色拱門是一大特色，搭配橘色屋頂。陽光照射下來相當亮眼，也是許多婚紗攝影取景的熱門地點。亦可遠眺觀音山、淡水河。參觀完了小白宮，我順馬偕街一路往下走到主線文化路上。由於滬尾炮台距離紅毛城、小白宮有段距離，因此我走到滬尾漁港附近的 U-Bike 站點，騎乘 U-Bike 大約5到8分鐘的車程。停放在滬尾藝文園區後，順着右邊斜坡道往上走，滬尾炮台就在不遠處。於1886年興建的滬尾炮台，由台灣巡撫劉銘傳主導建造，1985年訂定為2級古蹟。清法戰爭之後，清廷為了加強台灣的海防建設，決定在澎湖、基隆、淡水、台南安平、
高雄其後5處海口建立10座炮台以利防禦，因長期屬軍事要塞，設施大致完整。門上仍保留劉銘傳親筆題之“北門鎖鑰”石碑，也保留了炮台旁的城牆及炮陣地數座，但炮台使用的主炮均已遭日本人拆離。這3個地方皆隸屬於新北市立淡水古蹟博物館，舊名淡水古蹟園區，以維護淡水33座歷史建築為目的。2010年12月25日改制為新北市淡水古蹟博物館。至於其他的古蹟，由於時間的關係，下次有機會再帶大家一同前往。然而，搭乘了淡江大橋的路線，怎麼能少不了到淡江大橋上走走呢？最後，我將騎乘 U-Bike 到達淡江大橋。淡江大橋起點位在中正路、沙崙路交叉口。若是騎乘 U-Bike， 可將車輛停放在橋下的淡江大橋橋梁管理中心站點。然而，橋梁管理中心也有一個免費展覽可以參觀哦。可上 Accupass 手機 App 索取免費票，選擇要參觀的時段，當天出示 QR Code， 供服務人員進行掃碼即可。這個免費展覽為淡江大橋工程美學特展，至2026年8月12日展期結束。走進這座橋的誕生現場，公開從未公開過的美學設計思維及理念。開放時間為每週2至週日早上10點至傍晚6點，每週1休館，每一個場次為50分鐘自由觀看。其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位在2樓，可以在此發揮創意，自行設計單塔或雙塔的造型，搭配道路的規劃，結合 AI 技術，約5分鐘的時間，打造出屬於自己的橋梁。除此之外，還可以透過掃碼將自己的作品轉成圖檔儲存起來，也可以分享給親朋好友，仿佛自己就是個建築師一般，相當有趣。此外，這裡還有紀念戳章可以蓋，在1樓到3樓，每一層都有一個淡江大橋部分結構的印章，取一張紙，將位置對應好之後，即可蓋出漂亮的淡江大橋。最後加上落日印章點綴，是不是相當漂亮呢？逛完個展覽，還可以點杯飲料和蛋糕，透過大片的落地玻璃，欣賞淡江大橋的樣貌，享受美好的午後時光哦。最後的最後，我走出橋梁管理中心，在觀景平台上瞭望淡江大橋，真的相當壯觀及感動。既然來到淡江大橋，不妨就身體力行，徒步走上去看看吧。這裡也可以近距離的看到台61線0K 指標。我順着行人步道一路往上走，算一算也接近黃昏時分。雖然錄影當天雲層有些偏多，只能微微看到夕陽西下，不過沒關係，至少這天的行程相當充實，陽光也不會太強。晚上看着淡水港燈塔亮起，離開淡江大橋還真是有些捨不得呢。但我相信，未來每天的淡江大橋一定會肩負起重要的通勤責任。欣賞完了淡江大橋的落日之後，本來想說看看有沒有機會遇到淡江大橋的橋面的主體 LED 亮燈，結果很可惜的是沒有亮燈，也沒有辦法拍到亮燈的樣子。不過沒有關係，這一集的行程也相當的充實。我們坐990到桃園機場，看了桃園機場的2航廈南北觀景台，之後再坐回來淡水，到了紅毛城、小白宮以及護衛炮台，最後再來到淡江大橋欣賞淡江大橋的美學展。
最後也順利拍到的落日，那行程也是非常的充實，也希望這一集的特別的企劃行程大家會喜歡哦。好啦，這一集的影片就為你錄到這邊。喜歡我們的影片，歡迎按讚、訂閱、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我是 Albert， 最後就用我身後的淡江大橋來跟大家說再見嘍，拜拜。